德国《信使报》最新报道，由于德国汽车行业当年一个致命性错误，导致今日输掉了与中国的竞争。当初，德国汽车业认为，电动汽车的电池从别人那里采购，德国人专心造车就行。但当初不知道，电动汽车电池的成本占了整车成本的1/3以上，而中国长期专注于电动汽车电池，现在掌握着整个价值链，这让德国的汽车制造商无所适从。反正现在已经无法跟上中国的步伐，就是说输掉了与中国的竞争。这是德国汉姆霍茨研究所下的结论，这无异于死亡判决书。我们来看看该报道，明显的误判德国汽车制造商因这一错误而输掉了与中国的竞争。电动汽车最重要的部分是电池，约占汽车价格的1/3。然而，德国汽车制造商越来越落后于中国。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的最新数据凸显了德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持续危机。2024年11月，德国电动汽车的上牌数量再次大幅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新上牌的电动汽车仅有不到35200辆，下降了近22%。11月份，电动汽车在德国上牌汽车中的比例为14.4%。德国汽车制造商在其他方面也面临危机。中国在电池方面的领先地位，给德国汽车工业带来了严重问题。德国汉姆霍茨研究所认为，原因在于汽车制造商10年前犯下的严重错误。中国廉价电动汽车电池给德国汽车制造商带来麻烦。电动汽车电池是电动汽车制造成本的主要价格驱动因素，这也是电动汽车比燃油车更昂贵的原因。中国的技术进步意味着在中国生产电池的成本越来越低，这给欧洲汽车制造商带来了巨大压力，他们很难追上中国的步伐。众所周知，欧洲电池行业在全球竞争中已经落后。欧洲审计院一成员这么评论：电动汽车确实可能成为欧盟的双重困境，在环境优先事项和产业政策之间，以及在环境目标和消费者成本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于欧洲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以及对中国等国家的工业独立性问题。VDI 新闻门户网站写道，欧洲的电池产量不到全球产量的10%，每千瓦时电池电量的全球平均价格为95美元，而2023年中国的生产成本仅为53美元，比上一年下降了51%。因此，中国汽车制造商可以在欧洲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电动汽车。根据管理咨询公司 Alex Partners 的研究，与欧洲电动汽车相比，中国的生产成本实际上要低35%。Northvolt 破产使欧洲汽车产业进一步陷入困境。欧洲的电池生产最近又遭遇了一次挫折，电池制造商 Northvolt 破产了。这家瑞典公司本应发展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电池生产商。汉姆霍茨电化学储能研究所总经理马克西米利安·菲希特纳在接受德国焦点新闻采访时解释说，在欧洲拥有自己的电池生产非常重要，因为电池是电动汽车中附加值最高的部分。他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 Northvolt 不得不高价出售电池，而且还不能保证能交付电池。这只是花了更长的时间，我认为这不能怪 Northvolt， 这个问题很复杂。Fichtner 说，但最终宝马撤回了其价值20亿欧元的订单。宝马现在从中国和韩国制造商那里采购电池芯，其中一些制造商在匈牙利生产。今年秋季 Northvolt 宣布将从全球约7000个工作岗位中裁员约1600个，这是一项必要的成本削减计划。尽管如此，位于瑞典北部的电池生产仍将加速，来自汽车行业的客户订单也将尽快得到处理。自今年年初以来，产量增加了2倍。据《明镜周刊》报道，时任 Northvolt 首席执行官彼得·卡尔松信心满满地说，最新的生产记录表明，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为了 Northvolt 的未来，今天的艰难决定是必要的。卡尔松在该公司破产后辞职。汽车行业的明显误判，今天汽车制造商必须为当时的错误感到后悔。
电池约占电动汽车价格的1/3，电池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宜，大约在6000到8000欧元之间，但仍有利润空间。如果失去了这一点，你就必须考虑如何还能经济地生产汽车的其他部分。这一战略规划失误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2010年代，德国的汽车制造商犯了一个现在看来代价高昂的错误。当时他们认为电池是采购的部件，汽车制造商不需要去管它。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判断。根据 Fichtner 的说法，当时德国在卡门茨有一家电池生产厂，名为 Litec Battery， 由当时的戴姆勒股份公司及现在的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并购。然而，生产电池只能带来微薄的利润，因此停止了运营。我相信，如果再多一点时间，这里本可以成就一番事业。问题在于，需要时间来积累必要的专业知识，并对这些微小的调整进行微调，使最终结果接近完美。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果我们不考虑得更长远一些，那么将来我们就会被别人提供任何类似的东西。电动汽车凶残的价格战对中国是好消息，对欧洲是坏消息。据 Fichtner 称，中国的电池生产存在竞相压价和产能过剩的现象。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凶残的价格战。中国2/3的电动汽车比同类燃油汽车更便宜，这对中国来说是好消息，但对欧洲来说却是坏消息，因为这增加了起步的难度。此外，德国汽车制造商还在与能源价格上涨等其他框架条件做斗争。欧盟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可以起到一点作用，那就是争取时间。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这段时间。汽车行业和投资者是否有足够的耐力度过艰难的过渡阶段？自10月底以来，欧盟委员会已完成了对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的补贴调查，并引入了反补贴关税。欧盟委员会兼执行副主席在10月份表示，经过严格调查后，我们采取了这些有针对性的适度措施。我们致力于公平的市场行为和欧洲的工业基础，关税有效期暂定5年。好，朋友们，接着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第一条评论：中国的倾销价格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没有人再关心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专业技术，每个人都购买这些中国垃圾。而我们的政客却在竭力推卸责任，让汽车制造商自己承担责任。是谁堵住了他们的嘴，让他们窒息，从而失去竞争力？一旦国家插手，经济就跪下了，就是这么回事。德国知识点评：你看，又来了，是中国人坐着时光机器偷走了德国的未来技术。我们继续往下，我们有意将我们的专业技术交给中国人，通过合资企业和许可协议，以便让他们的工厂生产我们具有成本效益的产品。然而，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降低终端客户的价格，而主要是为了使德国公司利润最大化。同时，中国可以直接获得许多重要的原材料，而我们却严重依赖进口。我们的工业还依赖于慷慨的补贴。气候与转型基金和经济稳定基金等基金已向德国企业提供了数十亿欧元的补贴。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但一些汽车制造商似乎因为转型做好充分准备，却仍在享受补贴。这一事态发展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如果工业界和政治层面的行动继续如此迟缓，那么最终将由企业员工和德国纳税人，而不是决策者和当前的暴发户来承担后果。下一条评论：我再也听不下去这些站不住脚的中国垃圾的偏见了。这里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用中国生产的智能手机写的。是的，苹果手机也是中国生产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例如，我的上一辆新车 XC60 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因为所有欧洲工厂，比如说瑞典、比利时的工厂，都在新冠期间停产了。一些德国品牌在中国生产的汽车也比在德国生产的多。这也是中国垃圾吗？更不用说了，德国每2家工业企业就有1家从中国获得大量原材料和半成品、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如果没有中国这些原材料和半成品，
他们在全球市场上很可能不再具有竞争力。此外，我们的绿色革命所需65%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和产品都来自中国，其中电机、风力涡轮机和光伏系列分别占比54%和53%。我们往下看，在生产技术方面，迎头赶上是有可能的。中国人在汽车技术方面就是这样做的。将 Northvolt 设在德国北部是个政治错误，这显然是出于哈贝克为家乡赢得业务的愿望。但是海德的交通条件很差，一定是因为那里的前任部长们，而宝马通常喜欢让供应商靠近自己的工厂。宝马在德布勒森已经有了一个工厂。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疯狂的想法，在迪拜后面建立一个这样的工厂，生产尚未完全开发的产品？我们再往下看，在生产技术方面迎头赶上是有可能的，前提是这里还有工厂。没有工厂，老技术工人退休，下一代无法得到培训，导致专业技术流失。为了重回市场，我们必须在工资上比中国人还低，因为他们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也能负担得起高工资。下条评论，电动汽车的制造应尽可能的方便电池的更换，这样就可以先安装中国电池，等欧洲电池技术成熟后再安装欧洲电池。我们继续往下看，错误的判断是中国已经从战略上确保了当今90%的电池资源，而且不受任何保护法规的约束。现在只有像特朗普这样的狂野西部牛仔战略才能有所帮助，否则我们就必须变得非常谦虚。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除了特斯拉和比亚迪，我不知道还有哪家汽车制造商能自己生产电池芯，尤其是比亚迪。如果欧洲制造商还有优势的话，他们只会自己进行电芯包装。如果在亚洲购买电芯，并在那里包装成电池模块，成本大致相同。真正的原因是出于对利润的贪婪，汽车制造的全部技术诀窍都送给了中国。下条评论，特斯拉从比亚迪购买部分电池。我们继续往下，德国在电动汽车制造方面毫无专长，中国人该偷什么？比如轮胎安装吗？下条评论，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致命局面并非中国的错，而是最糟糕的经济政策。它没有采取谨慎控制的方法，而是通过最后期限、规定、补贴，以命令的形式直接向消费者施压。就是在东南亚国家，上路行驶的电动汽车很快就会比我国，也就是德国的电动自行车多，但价格却一样。欧盟正在被法规和监管抛在后面，而我们德国正在进行进口。我们继续往下，中国已经为自己拥有90%的电池资源做了多年的准备。下一条评论，中国人比基民盟及自民党更聪明，在他们的选民看来，一切令人不快的、不适合未来的技术都被保守派欣喜而自豪地卖给了中国人。一辆像样的保守汽车会发出嗡嗡声并冒烟。继续往下，本以为我们会更快输给中国人，因为我们把所有东西都一股脑儿的给了他们，但他们等了很久，现在却拿走了一切。除了汽车和机械制造，我们还能提供什么附加值和利润？没人会帮我们的道德买单。下一条评论，这与道德无关，这是全球化的结果。那么我们只需再次加强欧洲和德国的内部经济，一切皆有可能。到那时就不会再有无限的分红和只需500欧元就能买到的80英寸平板电视了，但同样会有高薪工作，而不是工资内卷。我们再往下，全球化的后果是，说白了，中国不遵守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和数据保护，没有人能够在如此扭曲的竞争中获胜，也许连特朗普也做不到。好，我们继续往下，那就只能自食其果了。当然，为了在这场竞争中获胜，我们完全可以自己采用中国模式，那就是996模式，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工资微薄，
几乎没有节假日。我们还可以泄露所有数据，污染我们的河流、森林和草地，甚至比现在更严重。问题是，我们是否想要这样？为了什么？这听起来不像是富裕繁荣。从纸面上的经济数据来看，或许如此，但对公民个人而言，并非如此。就人均 GDP 而言，中国排在全球第73位。实际上，如果你看看他们的人口，获得的低得离谱。下条评论：西方国家对气候的担忧助长了电动汽车的热潮，而中国则意识到自己无法与燃油车竞争，因此他们只是要求电动汽车配额，毁掉在中国那些永不满足的西方汽车制造商。中国不重视环境问题也是很明显的，这只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完美的利用了当前流行的情绪化作为载体。我们往下看。事实上，中国今年新增的240千兆瓦光伏装机量，超过欧洲的装机总量，可能并不能说中国不重视环保吧。下一条评论：中国比欧洲大得多，因此最好不要拿苹果和梨做比较。我们再往下。中国希望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这点清楚吗？他们可能会更早实现这一目标吧。中国正在努力改变。我们看下条评论：由于管理层的错误判断，德国汽车行业及其供应商的经营状况十分糟糕，数千计的员工将被解雇，因为大众等公司的利润将从2023年的180亿欧元下降到2024年的70亿欧元左右，而管理层将取消他们的奖金，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正义。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在我看来，原因之一是欧盟，尤其是德国的监管过度，这不再能吸引投资者。只要看看建筑行业就知道了，难怪没有人愿意再建新房了。还有荒谬的税收政策，几十年来，政客们一直向我们承诺将进行税制改革，尤其是硕布勒，他已经名声在外，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发生，但没有人敢去解决税制问题，因为没有人再能看透它。好的，朋友们，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德媒信使报道，以及德国网友们的反思。有的德国人认为是中国人偷走了德国电池技术，对此你们怎么看？